一曲作罢，李长寿眸中露出少许笑意，仿佛一头巨象在林间奔驰。林娥奏出的旋律伴随着这脚步声也变得轻快了起来。呼呼呼呼呼！侧旁传来一声呐喊，熊灵力举着2只长颈羊幼崽跳到李长寿面前。这尊丈6高如山般的庞大身躯跳起了熊寨中流传已久的倒柱舞，口中还一阵嘿嘿嘿的呼喊。李长寿满头问号，林娥也是一阵撇嘴，但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因小琼峰高级吃货团在商议计划的时候各执己见，意见无法统一，故决定轮次上阵，看谁能够把李长寿逗得开怀大笑。带着满头的问号，李长寿耐心地看了一阵，终于等到熊灵力摆了一个结束的造型。2只被他夹在手臂下的灵兽幼崽扭头就是哇哇乱吐。此时熊灵力那张小脸上写满了期待，不断给李长寿发出眼神暗示，似乎在期待李长寿的点评。李长寿皱眉，想家了？若想回熊寨看看，我明日安排你回家就是。熊灵力双腿一软，差点就跪了，忙道：不，表兄，我在山上挺好的，我先回去了，不用为我操心。言罢，熊灵力抱着2只如同玩偶一般的灵兽幼崽，垂头丧气，失意地退场了。看着熊灵力的背影，李长寿恍然大明白，他们应该是想让自己开心一些，还以为他们是有什么事相求呢。灵娥低眉俯首，乐声恢复成了原本的悠扬。林间传来几声轻咳，却见江灵儿背着手迈步而来，抬手对着李长寿身前的草地一点，放下了一方矮桌，摆了2坛仙酒。李长寿刚要起身行礼，就被江灵儿给摁了回去。不用说，我都懂，有啥大不了的。江灵儿随手戳开酒坛上的封纸，拿了2只大海碗，一条玉臂缩回袖中，又在衣领前探出，将衣袖系在胸前，一股洪荒好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举起酒坛，江灵儿低喝一声：都在酒里了，是兄弟就给我干了。言罢，仰头猛灌。这样喝酒是一种小技巧，看似好饮实际上大半的酒水都洒出去了。李长寿一叹，知道江灵儿心里应该是挺压抑的，毕竟晚江与师伯与自家师父齐元都是江灵儿一手带大的。结果呢，李长寿拿起酒坛，酒水入喉就是一阵皱眉，口味远远不如他酿的。别看他凡事求稳，其实也是一个精致的人教小弟子，尤其是近年在白泽前辈的熏陶之下，已是对口味有了一定的追求。一旁抚琴的灵娥嘴角轻轻抽搐，感觉此时的氛围跟自己所想略微有点不太一样。片刻之后，空着的酒坛砸在桌上，江灵儿打了个嗝，看着面前这个正对自己投来温柔目光的徒孙，这目光竟是如此的温暖，带着少许歉疚，带着几分无奈，一瞬间就将江灵儿心底的那2道伤疤划开。江灵儿低头喷了口酒，俯身在矮桌上失声痛哭。我就是个失败的天仙。师祖，都过去了，人要往前看，师父还有魂魄在的。灵娥琴声一乱，似有金戈铁马阵阵之声。不远处蹲着的熊灵力急忙跑了上来，扛起江灵儿，对着李长寿尴尬一笑，低头狂奔离开。作战2次失败。李长寿哑然失笑，刚要说别折腾了，一旁又传来了清脆的铜铃声，2道倩影伴着乐声款款而来，身着仙履衣，手持青纹扇，
流苏裙宛若水波晃荡，但是他们二人那种带着几分别扭、十分不自然的舞姿，当真是让李长寿差点笑出声来。且看左侧，就是极少换上仙裙的九九，他虽然还是那般罪恶滔天，但是比平日里多了3分仙气，3分纯净，面容气质都成熟了不少，有了一点仙子的风范。再说右侧，有秦玄雅此刻颇为迷人，她本就是纤秀的身段，因此时的装扮多了几分温柔与妩媚，偏偏她表情又有些僵硬，清美的面容总是时不时的皱眉，认真回想着接下来的动作。可惜呀，如果只是这种水平，李长寿想抬手捂眼的冲动明显是超过了开怀大笑的冲动。但是九九和有秦玄雅尬舞了一阵，突然就朝着左右退开，两个人各自欠身，保持着抖扇子的动作。乐声开始有一些诡异起来，一道黑影从林间闪来，在九九和有秦玄雅的扇子间冲出，侧旁照来的2束光打在他的脸上。此人头戴蓝色盖头，身着粉粉绿绿的仙裙，随着乐声开始摇摆身躯，口中唱起了有点荡漾的凡俗歌谣。唱没2句，又把盖头一掀，露出了那浓妆艳抹的面容，2只麻花辫的发型，以及那标志性的山羊胡。哎呀，个仔呀，亮亮的喵，狗仔来亮咯，見到我細笑，我行拳大笑把勁強做幾笑。李長壽抬手戳了一下自己的雙眼，選擇了暫時性失明。白先生，你儒雅軍師的人設崩了喂！但是總歸李長壽還是強忍着吐槽的衝動，讓他們把節目演完，而後才黑着臉站起身來。都過來。側旁林間幾個人面面相覷，老老實實的走了出來，有點不太敢向前直視。各位的心意我心領了，但我確實已經調整好了自身狀態。還有白先生，白色連忙在自己的臉上摸了一把，笑道：啊，這不是應靈娥相請，陪大家熱鬧熱鬧。貧道可是連面皮都豁出去了。頓時李長壽滿心吐槽，卻開不了口。有秦玄雅皺眉問：師兄，你看到這些不開心嗎？來，你坐我這兒，且看白先生。有秦玄雅一言湊了過去，抬頭看向白澤，白皙額頭頓時布滿了黑線。九九和江蓮兒也湊了過來，前者頓時捧腹大笑，後者酒勁兒都還沒過，看着雄扮女裝的白澤，又看看自己，整個人頹然一嘆，扭頭抱着有秦玄雅再次痛哭，口中還喃喃着竟然一樣，都一樣。李長壽衣袖一掃，轉身施展遁法，敗退而去。白澤也趕緊告辭，李長壽不在場，他可不敢跟小雄峰上女眷多接觸。眺望着丹房的方向，令娥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。看來師兄是要逼我出大招了。林娥在袖中摸出了一枚玉符，嘴角露出少許冷笑，對着玉符輕點了2下，扭頭鑽入林中。姐姐在閉關嗎？沒有嗎？那個我在想怎麼才能讓師兄開心些。對對，師父的事對師兄打擊挺大的。我還好啦，我就是擔心師兄，我天天在山裡修行，師兄還要應對各種大事，萬一心態不穩，被敵人有機可乘，那就糟糕了。林間這般細語聲響了一陣，一直到側旁傳來了幾位女仙外加一名女伴巫的大笑聲，林娥這才是收起玉符，得意的一笑。原本打算等天亮了回天庭的李長壽決定提前半個時辰動身，
真道心阴影啊！本体躲在小雄风中，李长寿闭上双眼，心神开启了天庭水神府中的指导人，一只纸人从侧旁书架上飘出，化作了白发白须的老道。久违了。李长寿的仙识如流水般铺展开来，看到了在修行的灵珠子，看到了在门前镇守的大批天兵。水神府中一切如常，天庭似乎也一切如常，但在凌霄宝殿之外，一道金色光柱缓缓盘旋，其上有一块块方格，显示着天庭所缺神位。待封神大劫起步，出现应劫之灵，其元神入封神榜，这金色的光柱就会多一个名字。这将由玉帝决断是否需此生灵进入天庭，天道和道祖老爷给足了玉帝权限。李长寿见到这光柱之后，心底就是一笑，果然已经有了许多变化。如今的天庭应该是比原本封神故事中的天庭强盛许多，以至于玉帝陛下多了不少话语权。从这个角度考虑，我从前做的种种都成为了改变封神大计的小小波痕。改变还是挺多的嘛。李长寿端着拂尘站起身来，故意放出一缕气息，让门外的众天兵天将都是一愣。木门拉开，道道视线投来，有天将面色激动，对着李长寿拱手行礼，大喊：奉陛下之命，恭迎水神回天！几位天将抱拳行礼，众天兵单膝跪地，齐声高呼：恭迎水神回天！李长寿含笑点头，端着拂尘拱手还礼。有劳各位在此镇守，我这就去凌霄宝殿中觐见陛下。水神可需我等护送？不用不用，放心就是。李长寿摆摆手。当下水神府中热闹异常，修行的灵珠子也被惊醒，看到李长寿的身影之后，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镇守水神府的天兵天将目光都有些炙热，虽然只是隔了10多年，在这洪荒之中，对于元仙真仙都不算多长的岁月，但对于这些天兵天将而言，却像是过了许久一般。这种崇拜并不只是对强者对高手，而是一种微妙的认同感。不少天兵涌来，却不敢说话，只是看着李长寿，为水神留下了一条向外的路径。李长寿含笑驾云，一路淡定地走过，取路凌霄宝殿。刚飞不多久，老师！就听侧旁传来呼喊声，龙吉驾云而来，见到李长寿后，不由喜上眉梢，一阵雀跃。老师，您伤好了吗？元神已经可以用化身了吗？东宫部那天被抬回来的时候，真把人吓得半死。无碍了。此前与你布置的那些功课可都做了？龙吉脚下一个急刹车，先指点在自己眉心嘀咕道：哎呀，刚才好像看到了老师，幻觉吧，应该是幻觉。哎呀，还要去给母亲送茶。在水神府中等我。李长寿定声道了句，龙吉委委屈屈地抽抽鼻子，灰溜溜地折向水神府。赶去凌霄宝殿这一路，天庭众仙神大半赶来相见，其中以敖乙、卞庄等天河水军将领们最为激动。李长寿到了大殿门前，等了一阵的木工立刻对着李长寿行了一个大礼，喊道：多谢长庚救命之恩。哎呦，木工且慢行礼。李长寿连忙抬手虚服，你我同殿为臣，都是为陛下效命，也有不救之理。木工有些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笑道：陛下等候长庚多时，快进去吧。李长寿拱拱手，快步射击而上，匆匆进了凌霄宝殿。抬头看一眼正在那宝座上静坐审阅奏表的玉帝陛下，李长寿继续快步疾走，到了高台前，躬身做了个道揖：小神拜见玉帝陛下。这嗓音在大殿中不断的回荡，却并无回应。殿外的东木公忍不住扭头看了眼，却发现整个大殿已经被金光包裹，隔绝了外界探查。
殿中，李长寿保持着躬身的动作，略微抬头偷偷瞄了一眼玉帝陛下那淡定的表情，低头再次高呼：小神拜见玉帝陛下。玉帝这次给了个回应，白衣之上有淡淡的金光飘过。玉帝不开口，李长寿也不能直接抬起腰身，只能够保持姿势。什么情况啊？李长寿心念微微转动，很快就有了对策，开口道一声：木华书院穆清华拜见玉帝陛下。啪的一下，玉帝把奏表拍在玉案上，咬牙骂道：好啊，果然是你，李长庚，你可知罪？小神愿去雷罚殿再次领罚。李长寿愁眉苦脸，却是暗中抬出了自己当初被王母雷罚之事。哼！玉帝轻哼一声，站起身来，带着少许得意，淡然道：看在你也被逼无奈的份上，吾稍后再跟你算这笔账。且说说吧，你在北周跟妖族大能之战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抓了木工，小神怕天庭陷入被动，就追了上去。就这？差不多是这样。玉帝走下高台，在倒数第3的玉阶处坐下，身体后仰，悠然道：那为何太清师兄出手打了西方准提，圣母娘娘出手修补了一名灼心的魂魄，又为何天道所示，天庭损了一位山神？那山神其实是将小神自小养大的师父。玉帝愣了一下，顿时端坐起了身体，低声道：竟还有这般内情，长庚莫要介怀，我只是心中有些好奇，这可……陛下，家师只是修成灼仙，而今也算提前转世，还好得了圣人娘娘给的好处，这已是天大的机缘。陛下，小神有事禀告。